嗨，大家，我是凯。今天要分享的生酮甜点食谱是简易版本的无糖提拉米苏，不需要用到马斯卡彭芝士和生蛋，味道口感却是一级棒的哦。我的频道会在每周一和周四分享一款生酮、低碳、无糖的健康食谱，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次的分享哦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首先我们来做咖啡水，碗里倒入1汤匙无糖即溶咖啡，我这次用了2汤匙太多了。有咖啡机的小伙伴也可以直接用浓缩咖啡来代替哦。接着倒入半汤匙代糖，然后再倒入45克的热水，搅拌均匀。传统提拉米苏会用玛莎拉酒，但这种酒糖分比较高，所以这次凯用了5克的白兰地。朗姆酒也是符合生酮标准的哦。做给小孩子吃的话也可以不加。搅拌均匀。接着我们来做无糖提拉米苏奶油。90克室温软化的奶酪用刮刀压匀，直到顺滑，像这样，然后就可以分次加入共100克的淡奶油。搅拌均匀。一点一点加很费事，但其实它大大提高了让2种材料混合的效率。搅拌至顺滑后才再倒入淡奶油，100克的淡奶油我总共分了5次，这样做出来的芝士糊保证顺滑。正宗提拉米苏是用马斯卡彭来做的，但我相信很多人跟凯一样，家里不会备有马斯卡彭芝士，用奶油奶酪提高淡奶油的比例，一样可以做出很好吃的奶油霜哦。终于是最后一次加入淡奶油了，最后的搅拌均匀，然后倒入25克的代糖粉。凯这里有点热，所以就隔着冰水搅拌，温度太高的话芝士糊会分离哦。搅拌均匀后就可以换打蛋器把它打得更蓬松一点。另一个让芝士糊变粗糙的原因是脂肪量太低，所以凯在打好芝士糊后才加入其他含水的材料，到最后是这个状态，然后倒入1汤匙的咖啡水，先用打蛋器慢慢搅拌，然后换刮刀轻轻翻拌均匀，直到全部材料混合均匀，像这个状态，然后就可以冷藏备用。同样的材料，不同的操作手法，芝士糊因为各种原因结块，变得非常粗糙，这样做出来的提拉米苏一定不会好吃。接着我们来做低碳蛋糕体，打2颗蛋，取出蛋黄，倒入1/4茶匙香草精，30克杏仁粉，搅拌均匀，放一旁。然后我们来打发蛋白，碗里加入20克代糖粉，开始打发，再打发，直到这个状态。然后分批加入蛋黄糊，一直到蛋黄糊有一定的流动性，就可以全部倒入蛋白霜，用刮刀翻拌均匀，像这样。接着来说说模具，凯要做成圆形蛋糕的形状，所以用这2个12公分的模具来做出2个蛋糕胚。你们要做成什么形状都可以哦。把蛋糊平分倒入2个模具，然后送进170度烤箱，烤15分钟。拿出来后，用小刀沿着边缘让蛋糕和模具分开来。凯觉得其实不一定要用手指饼干，手指饼干做的那么干硬，是因为要吸收更多的咖啡水，成品吃起来其实跟蛋糕的口感差不多。模具里铺一片蛋糕胚，刷上咖啡水，沾满沾多一点，蛋糕才会有浓浓的咖啡香味哦。放一层奶油霜，
再铺一层蛋糕，刷咖啡水，再把剩余的芝士糊都倒进去，然后用保鲜膜盖起来，冰箱冷藏1个晚上刚好吃哦。隔天撒上厚厚的可可粉，生酮提拉米苏完成。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分享，记得为这影片点个赞。我的频道也在上个星期满1000订阅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，还会持续做出有价值的内容分享给大家。那我们过几天见咯，拜拜。